你是否曾感觉自己像风中的一片叶子，被那些似乎完全超出你控制的事件抛来抛去？你制定一个计划，为你的未来绘制一张地图，然后突然间，一场你没有预料到的风暴把一切都撕成了碎片。突如其来的解雇，毫无预警结束的关系，本以为十拿九稳，却在一夜之间崩溃的项目。你看着残骸，看着剩下的混乱，在你脑海中回想的问题总是一样的，一种有毒且令人麻痹的低语。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这种感觉，认为你的生活只是一连串不幸的意外，是命运残酷的玩笑。这种感觉不仅仅是令人不舒服，它是一个监狱，阻止你行动，说服你奋斗是徒劳的。这种感觉是深刻人性的。你需要明白，你不是独自一人在这个牢房里。我们理解这种痛苦，这种困惑，这是那些尚未觉醒于自身力量的人的自然状态。你感到渺小、被动，就像一个在随机性海洋中漂流的遇难者，每一波不幸的浪潮都威胁着要将你淹没。你的内心平静成为外部环境的人质。美好的一天取决于一个好消息，糟糕的一天由一个坏事件来决定。你寻找模式，寻找隐藏的逻辑，为痛苦寻找神圣的理由，但只找到偶然性震耳欲聋的沉默。在这种意义的真空中，焦虑和怨恨像野草一样生长，扼杀了你清晰看待和有意识行动的能力。你成为自己存在的旁观者。但如果我告诉你，逃离这座监狱的钥匙不在于理解宇宙的计划，而在于打造你自己的计划呢？出路不是找到目的，而是构建它。今天，你将不再是偶然的遇难者，而是开始你作为墓地建筑师的旅程。我将教给你4种斯多葛派大师们几千年来用来将混乱转化为秩序，将痛苦转化为力量，将偶然转化为命运的基本工具。你将不再问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是会肯定地说，这就是我要用所发生之事达成的目的。这个转变不小，这是滚下山的石头与雕刻他的手之间的区别。从今天起，你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无论好坏，都将成为你杰作的原材料。你作为建筑师的旅程现在开始，以第一个承诺行动开始。如果你准备好不再做环境的受害者，开始成为自己意义的主人，请订阅这个频道并点赞以确认这个决定。并且作为你力量的第一个声明，请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掌控自己的命运，把这作为一个零点，一个遇难者迈出成为建筑师第一步的时刻。我们阅读每一条评论，我们想知道我们的建筑师军团从何处崛起。现在就做，让我们开始建设。我呈现给你的解决方案不是一种神秘的信仰或一种被动接受的哲学，恰恰相反，它是迄今为止开发出的最强大、最具韧性的心智技术——现代斯多葛主义。不要把它看作一套古老而尘封的教条，而要看作你灵魂的操作系统，专为在极端压力下运行而设计。它是在一个不断试图击垮你的世界里保持不可动摇的艺术。斯多葛派是皇帝、将军、艺术家和商人，他们生活在混乱、战争和政治阴谋的中心。他们没有宁静的奢侈，所以他们在内部锻造了它。他们开发了一套心智工具库，将恐惧转化为审慎，将痛苦转化为抵抗，将困惑转化为清晰。你今天将学到的不是理论，而是这种永恒的自我掌控技术的实际应用。现在，让我们进行那个能改变整个游戏规则的战略性重塑。一切皆有目的。这句话被一种被动命运的观念所劫持，即你必须等待宇宙向你揭示一个秘密计划。这是一个让你保持软弱和无力的谎言。真正的力量在于理解目的不是你找到的东西，而是你决定的东西。目的不是一个启示，它是你赋予的一个功能。一个事件本身是中性的，一次解雇只是一次解雇，一段爱情的结束只是一个结束。它们是粗糙的大理石块，你，建筑师，才是决定这块石头将成为向上攀登的台阶，还是绊倒的石头的人。你是情感的炼金术士，有能力将不幸的毒药转化为智慧和力量的良药。为了将这个真理锚定在古老且不容置疑的智慧中，请听罗马皇帝兼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话：在瘟疫、
战争和背叛之中。他给自己写道：挡路之物化为坦途。再读一遍，路上的障碍变成了路。他不是在说诗，他是在描述一种机制。阻碍你前进的障碍不是放弃的信号，它正是你构建旅程下一阶段所需要的材料。考验你耐心的挑战是强化它的工具，伤害你心灵的背叛是教会你信任自己的教训。它教导我们，宇宙不给我们我们想要的，但它给我们我们需要的原材料，来锻造我们所追求的美德。而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用建筑师的4种工具。第一个工具是最根本的，也是最违背你自然编程的。以一个将军战前的信念向自己宣布，你面前的障碍不是在阻挡你的路，它就是你的心路。这个障碍，这个困难，这个你如此诅咒的危机，正是命运交给你用来锻造下一个版本的你自己的确切原材料。失败的项目不是你职业生涯的终点，它是关于下次不要做什么的残酷速成课程。抛弃你的人没有摧毁你爱的能力，它揭示了你恢复力的力量和在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土地上建立自爱的必要性。你必须停止将障碍视为惩罚，开始将它们视为为你灵魂量身定制的训练任务。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的心智是一台寻找最小阻力路径的机器。你的自然倾向是抱怨，是感觉不公，是希望那块石头不在那里。如果这没有发生就好了，你对自己说，那么我就能快乐、成功、内心平静了。这种心态是你旧的遇难者身份在说话，是那个渴望风平浪静的大海的声音，却不明白坚固的船不是在静水中建造的。对抗这种倾向，需要对你自己的反应本能进行刻意的暴力。它要求你在巨龙面前停下来，深呼吸，然后不是逃跑或哀叹，而是问：这场战斗要求我具备什么样的力量？我将被迫发展什么样的美德来克服它？困难是你的训练场。再想想雕塑家面对大理石块，他收到一块中间有一道意想不到的深深裂缝的石头。业余雕塑家那个遇难者把他的工具扔在地上，他诅咒采石场，诅咒运输，诅咒坏运气。他说：这材料坏了，我无法用它创作我的杰作。他的愿景是一个完美光滑的雕像，而现实的不完美使他瘫痪。他放弃了项目，把失败归咎于石头。他想要一条容易的路，一个没有瑕疵的表面，而生活给了他一个挑战。对他来说，裂缝是一个死胡同，是路的尽头，是宇宙与他为敌的证据。他看不到失去的之外的任何东西，看不到在开始动手之前就已经破碎的完美。现在，观察大师墓地的建筑师，他看到同样的裂缝，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可能性的火花。他没有把它看作一个缺陷，而是看作对他才能的挑战，一个将迫使他创造出更非凡作品的独特特征。他没有放弃他的愿景，他调整了它。他决定裂缝不是要隐藏的东西，而是他作品的中心点。也许它会成为雕像躯干上一条河流的轮廓，或者一个智慧老人脸上的表情纹，或者一个战士的伤疤，使业余爱好者瘫痪的不完美成为了大师的标志。他将障碍整合到了他的计划中，他没有对抗现实，他利用了它。裂缝成为了使雕塑令人难忘和独一无二的细节。这一点的结论是一个绝对力量的声明。你获得了将毒药转化为良药的力量。通过应用这个工具，你变得反脆弱。这意味着你不仅能在混乱中生存下来，你还能以它为食，变得更强。你收到的每一个批评都成为改进你艺术的反馈，每一次财务失败都成为关于管理和审慎的宝贵一课，每一次身体的疼痛都成为培养心智纪律和对仍然拥有的健康感恩的机会。你不再是问为什么是我敌受害者，而成为一个断言用这个的战略家。世界可能会向你扔石头，但你不再诅咒他们，你把它们捡起来，开始建造你内心帝国的基础。实际应用从你一天的微观世界开始，让你迟到的交通不再是愤怒的源头，而是对你耐心的意外训练。难相处的同事不是折磨，
而是练习同理心和自信沟通的机会。健身房里看似难以忍受的训练，不是酷刑，而是锻造你纪律的过程，是教导你的心智，指挥你的身体。你必须开始将你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摩擦不看作烦恼，而是看作你灵魂健身房里的一次重复。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变得更强一点、更冷静一点、更智慧一点的机会。生活从一系列要避免的问题转变为一系列要克服的挑战。然而，冲突持续存在于心智自我破坏的微妙之处。他会说，这只适用于大的悲剧，不适用于我的小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移动一座山的力量是通过每天搬运小石头建立起来的。忽视小的训练机会会让你对大的挑战毫无准备。抱怨咖啡冷了或网络慢的倾向，与在真正危机面前恐慌是同一种心智机制。这是反应性的肌肉在被锻炼。相反，通过用冷咖啡来练习接受，用慢网络来练习冷静，你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真正考验你的那一天进行训练。不要低估日常训练的力量。想象一个铁匠在锻造一把剑，他不仅使用火的烈焰，他还使用锤子重复而有计算的敲击钢，如果可以的话，会痛苦的尖叫。他被加热到极端温度，然后被猛烈的敲打，一次又一次。对钢来说，这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折磨，但铁匠，那个建筑师，知道每一次敲击，每一次加热，都在排列金属的分子，驱逐杂质，使它更强、更柔韧、更致命。你的生活就是锻造中的钢，困难、压力、命运的打击，都是铁匠的锤子。你可以选择感觉自己是这个过程的受害者，或者你可以理解你正在被淬炼、被强化，从一块粗铁转变为一把传奇的刀刃。持续应用这个工具的最终结果是宁静，不是没有问题的宁静生活，那是一个幼稚的幻想，而是知道你比生活可能呈现给你的任何问题都更强大的宁静。这是不可动摇的信心，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利用它，促进你的成长。这种信心是无价的，它让你从对未来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因为你知道你将准备好。它让你从对过去的怨恨中解放出来，因为你已经提取了你需要的教训。你以一种别人不理解的冷静在世界中行动，一种不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和平，因为它是在逆境的火焰中锻造出来的。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克劳迪奥是一个司机，他被堵在了一场巨大的交通堵塞中。遇难者克劳迪奥按喇叭咒骂其他司机，他的血压升高，他感觉自己是交通、城市、系统的无助受害者。他的时间被偷走了，他的平静被摧毁了。他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失败，疲惫和恼怒输给了他无法控制的局面。他允许一个外部障碍完全支配他的内部状态。他不仅被困在交通中，他自己也变成了交通，拥堵、停滞，充满了无用的噪音。他把他的力量交给了街头的混乱，而混乱赢了。他没有看到障碍，他与它融为一体。然而，建筑师克劳迪奥看到同样的交通堵塞，在最初的沮丧片刻之后，启动了第一个工具。他认识到他无法移动前面的汽车，对抗这个现实是疯狂的。于是他重塑了障碍。这场交通堵塞不再是时间的小偷，而变成了意想不到的机会。他关掉嘈杂的收音机，播放他几周来一直想听的有声读物。或者也许他利用沉默来整理思绪，更清晰地规划他一天的剩余时间。或者他练习呼吸练习来平静他的神经系统。障碍停止的时间变成了道路通往学习、规划或内心平静。他到达目的地时，比没有遇到问题时更智慧、更冷静。始终如一地应用这一点的困难，在于我们对外部验证的需求。很多时候，抱怨一个障碍是寻求社会联系的一种方式。人们围绕着共同的抱怨团结起来。放弃这个习惯，起初可能会感到孤独。你将是混乱办公室里那个冷静的人，是不参与抱怨圈的朋友。你拒绝将障碍视为世界末日，可能会被解读为傲慢或缺乏同理心。冲突在于归属于反应性群体的需要与走向个人主权的呼唤之间。你需要愿意暂时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在一个享乐主义的世界里做斯多葛派，来建立这种内在力量。
最终的结论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外部限制，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以美德和目的行动的能力，不受其影响。维克多·弗兰克尔，一位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精神病学家，在可以想象的最恶劣条件下发现了这个真理。他观察到，即使当一个人的一切都被剥夺，他的家、他的家庭、他的尊严，甚至他的名字，仍然有一件事保留下来：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任何特定环境下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能在绝对恐怖中找到目的和道路，你又有什么借口在你的交通堵塞、你的解雇或你的心碎中找不到呢？障碍即是道路。用第二个工具，你深化分析。在接受障碍即是道路之后，你必须主动问自己，这个的功能是什么？你从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变成一个目的的侦探，一个现实的工程师。这个问题将你的心智从哀叹的恶性循环，为什么这会发生，转移到解决问题的主动模式。我可以用这个来做什么？功能这个词是刻意选择的，它去除了感伤主义和自怜，它将事件视为一台机器的一个部件，而你的任务是发现这个部件如何能服务于你成长的更大机制。每个事件都有一个潜在的功能，你作为建筑师的天才在于识别并激活它，这是在混乱的真空中刻意创造意义的行为。内心冲突是我们倾向于将恶意意图归因于事件。人类心智被编程为在一切事物中看到动因。如果坏事发生，我们的原始本能是相信某物或某人想要伤害我们。我们责怪老板、前伴侣、政府，甚至一个宇宙实体。这种寻找罪魁祸首的追求是一个让我们停留在受害者角色的陷阱。问功能是什么？迫使我们放弃猎物，并对我们的解释承担100%的责任。这很困难，因为它夺走了我们怨恨的安慰。怨恨是一种阴暗的快乐，它给我们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凌驾于伤害我们的人之上。为了功能而放弃它，是一种激进的情感成熟行为。想象一位精英运动员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遭受了严重伤害，最初的反应，遇难者的反应是毁灭性的。为什么是现在？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这不公平。他将伤害视为一个终点。然而，建筑师在最初的痛苦之后启动了第二个工具。他问自己，这次受伤的功能是什么？答案可能是多重的，功能可能是迫使他休息并治愈他一直忽视的微小伤害，可能是一个从战术角度研究比赛的机会，使他成为一个更聪明的运动员，可能是一个对他心智韧性的考验，锻造出他不知道自己拥有的决心，或者可能是一个谦卑的呼唤，教导他珍惜每一个可以竞争的时刻。伤害不再是一场悲剧，而成为更全面发展的催化剂。结论是，你成为解释的大师，你明白事件没有内在的意义，它们就像字典里的词语，是你生活的作者，将它们组合成一首克服的诗歌或一篇绝望的散文。通过寻找功能，你完全掌控了叙事。严厉的批评可能具有测试你自信心的功能，或揭示你需要纠正的缺陷。财务损失可能具有教导不执着的功能，或迫使你发挥创造力，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你成为一个炼金术士，不仅接受生活给予你的原材料，而且主动决定它将成为什么。这是实时重写你自己故事的力量。无论世界向你抛出什么，让我们把它应用到一个常见场景：被忽视或被拒绝。你信任的人不回复你的信息，或者你在晋升中被忽略了。标准的反应是痛苦和个人化。我做错了什么？我不够好。现在应用这个工具。这次拒绝的功能是什么？功能一，它可能是对你自尊的考验。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是否取决于他人的持续认可？这是一个将你的价值内在锚定的机会。功能二，它可能是一个过滤器。也许这个人或这家公司与你最深层的价值观不符，宇宙通过将他们从你的道路上移除来帮你一个忙。功能三，它可能是一个重新定向。关闭的门迫使你寻找其他的门，也许是一扇通往更好地方的门，一个你从未考虑过的地方。当然，
困难在于将这种冷酷的逻辑应用于一个炙热的情感创伤。当被拒绝的痛苦尖锐时，心智不想找到一个功能，他想沉溺于自怜，这就是斯多葛纪律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你需要在刺激事件和你的反应之间创造一个空间，在这个可能只持续几秒钟的空间里，你强迫自己提出问题：功能是什么？即使你不能立即找到答案，仅仅是提出问题的行为就已经打断了自动反应的模式。这就像踩下一辆失控汽车的刹车，你可能无法避免打滑，但你阻止了正面碰撞。持续的练习创造并扩大了这个空间，给你更多的时间来选择一个有力的回应。想想一个企业家的故事，他的第一个生意惨败，他失去了所有的钱和投资者的钱，在世人眼中他是个失败者，他内心的遇难者尖叫着他是个骗子，他再也不应该尝试任何有野心的事情。但是在他最糟糕的时刻，他问自己，这次破产的功能是什么？然后他开始列举，功能是以最残酷的方式教我关于现金流的知识，功能是考验谁是我真正的朋友，功能是摧毁我的自我，教我谦卑，功能是告诉我我的身份不是我的生意。凭借这些教训，他的第二次创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立在第一次的灰烬之上。破产不是终点，它是他最昂贵和宝贵的教育。你由此获得的力量是从每一次经历中提取价值的能力。没有什么是浪费的，每一个错误，每一个痛苦，每一次挫折都成为你智慧组合中的一项资产。你变得像一个大师级的矿工，能够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黄金。当别人只看到无用的泥土和岩石时，你有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识别珍贵的矿脉。这消除了对犯错的恐惧，因为错误这个词在你的词汇表中不再存在，只有结果，而每一个结果都包含一个教训，一个功能，一个台阶。你对困难产生了一种好奇心，一种几乎渴望看到下一个挑战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宝藏的意愿。考虑失去亲人，这也许是这个工具最困难的考验。痛苦是压倒性的，谈论功能可能听起来很残忍，然而即使在这里，人类最伟大的灵魂也找到了一条路。维克多·弗兰克尔再次观察到，当痛苦找到意义时，它就不再是痛苦了。对一些人来说，失去的功能可能是打开心扉，对所有受苦的人产生更深的同情；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通过以双倍的勇气和爱来生活，以纪念逝者，因为那是他所代表的。这不是要抹去痛苦，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纪念，一个力量的遗产。这是炼金术的最终行为，将最大的痛苦转化为最深的智慧。应用这个工具的挣扎在于我们对事情应该如何的固执，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应该如何展开有一个心智剧本。任何偏离都被视为系统的错误。功能工具迫使我们撕掉这个剧本，它迫使我们处理真正发生的故事，而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呼吁，要成为一个天才的即兴表演者，而不是一个忘了台词就迷失的平庸演员。冲突在于你的自我，他想要控制宇宙，和你的智慧，他明白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你对宇宙行为的解释。这里的比喻是一艘船在风暴中的船长，他无法控制风或浪，咒骂风暴是无用的。他的工作不是与大海搏斗，而是利用风和浪的力量来航行。他调整帆，改变航向，利用风暴本身的能量来移动。对于一个业余水手来说，逆风是一场灾难；对于一位大师级船长来说，这是一个以之字形航行的机会，利用阻力来产生运动。他不断地问自己，这阵风的功能是什么？这波浪的功能是什么？就这样，他航行穿过能使小船沉没的混乱。你是你灵魂的船长。利用风暴。关于功能的结论是，它将你转变为一个战略性的乐观主义者，不是那个相信坏事不会发生的天真乐观主义者，而是那个相信他可以利用任何发生的事情为自己谋利的坚韧乐观主义者。这是一种信念，不是对宇宙的信念，而是对你自己创造意义能力的信念。这是一种更强大的信念，因为它不依赖于外部因素。你成为自己希望的源泉，自己光明的发电机。无论夜晚多么黑暗，
你知道你内心携带着点燃篝火、找到道路所需的火花，你不再需要世界给你一个目的，你用自己的双手从中提取它。这个工具的最终力量是从怨恨中解放出来。怨恨就像喝下毒药，却希望别人死去，它将你锁在过去和那些常常已经向前看的人身上。通过问自己功能是什么，你切断了这些锁链，你不再给予别人控制你情绪状态的力量，你收回了你内心平静的钥匙。背叛你的人不再是你故事中的反派，他成为你自我认知旅程中的配角老师。你不需要原谅他，但通过在他行为中找到对你生活的功能，你使他变得无足轻重。而这种计算过的冷漠是向前看的最好、最有力的方式。第三个工具是你在风暴中的锚，对无常的持续意识。斯多葛派提醒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短暂的。今天的光荣、成功将成为明天的记忆。你现在感受到的剧痛也会过去。这不是一个悲观的观点，这是你能拥有的最现实，因此也是最强大的观点。你生活的目的不能在于事件本身，无论是胜利还是悲剧，因为事件是短暂的。真正的目的，唯一能持久的目的，在于你在事件中实践的美德，你在危机中展示的勇气，你在成功中保持的谦卑，你在痛苦中培养的韧性。这些是唯一没有人能从你身上夺走的东西。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我们拼命试图抓住事物的尝试，我们执着于快乐，试图让它永恒，这会产生焦虑和对失去的恐惧。我们执着于痛苦，反复回味过去，这会产生抑郁和怨恨。心智想要冻结时间，无论是在山顶还是在谷底。接受无常就是接受生活的持续流动，这是可怕的。这意味着放弃对结果控制的幻觉，这意味着愿意享受阳光，知道雨会来，并忍受雨，知道太阳会回来。这要求对过程有深刻的信任，即使你看不到隧道的尽头，也要求有一种不执着于任何事物的轻盈。想象你的生活是一条河流，遇难者试图建造一座大坝来阻止水流。当水流平静宜人时，他希望那一刻永远持续下去，他紧紧抓住岸边，害怕被水流带走。当水流变得湍急危险时，他拼命地逆流而上，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耗尽精力。建筑师另一方面建造了一个木筏，他不去阻止河流，他学习如何在其中航行。他知道风景会变，会有湍急的激流段和平静的水域段。他不执着于任何特定的风景，他的焦点是保持木筏稳定，熟练的划桨，实践航行的艺术，无论河流给他带来什么。应用这个工具的结果是一种深刻而稳定的平静。通过理解痛苦是暂时的，你获得了忍受它而不会绝望的力量。你知道这也会过去，这不会减轻痛苦，但它阻止痛苦变成使人瘫痪的折磨。反过来，通过理解快乐和成功也是暂时的，你更充分地享受它们，带着感激之情，没有失去它们的焦虑恐惧。你变得能够品味当下，因为你知道它才是真正存在的一切。幸福不再是需要达到的目的地，而成为一种需要培养的存在状态。时时刻刻通过实践美德，无论生活环境如何变化，将此应用于职业成功，你终于得到了你渴望已久的晋升。遇难者执着于这个新地位，他的身份与职位融为一体，他生活在不断失去他的恐惧中，害怕犯错，害怕被超越。成功变成了一个金色的笼子。然而建筑师庆祝成就，但用无常的镜头看待它。他将新职位不视为奖杯，而视为一个新的训练场，一个练习领导力、责任感、指导的机会。他享受成功，但不执着于它。如果有一天他失去了这个职位，他不会失去自己，因为他的身份不在于头衔，而在于他担任该职位时所实践的美德。实践这一点的困难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颂扬永恒的文化中，我们在爱情中寻求永远，在工作中寻求稳定，寻求持久的财富。无常被视为失败。内化宇宙本身的本质是变化，就是逆文化潮流而行。这要求你重新定义成功。成功不是达到一个平台并停留在那里，而是以优雅和韧性继续攀登，
下降和穿越不同山脉的能力。这是从一种到达的心态转变为一种旅程的心态。目标不是目的地，而是你行走的质量。想想塞涅卡，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不断地默想失去他的财富。他不是受虐狂，他实践他所谓的 premeditatio malorum， 即对不幸的预想。他想象自己失去一切，他的财富，他的房子，他的地位。通过这样做，他使自己对失去的恐惧不那么敏感，并增强了他的信心及他真正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美德，他的内心平静，是外部事件无法触及的。他教导我们，通过在精神上拥抱失去，我们变得对他无懈可击。无常，当被沉思时，不是恐惧的源泉，而是真正自由和不屈勇气的源泉。你获得的力量是不执着，不是冷漠的冷淡，而是一种对事物和人宁静的爱，没有占有和恐惧。你爱得更深，因为你知道时间有限；你工作更努力，因为你知道机会是短暂的；你更强烈地欣赏美丽，因为你知道它会凋谢。不执着不会让你远离生活，它让你更完整、更真实地沉浸其中。你停止试图用手抓住河水，而是学会随波逐流，感受它的力量，与水流合而为一。在这种沉浮中，你找到了执着永远无法给予你的力量和喜悦。考虑青春和外貌，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着迷，将衰老视为一种需要抗击的疾病。遇难者花费巨资和心力试图停止时钟，生活在对每一条新皱纹的持续焦虑中。另一方面，建筑师接受身体的无常，他照顾自己的健康，但不与时间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他看到生命每个阶段的美，青春的力量，中年的智慧，老年的宁静。他的焦点不在于保持外表，而在于培养一个随着时间变得更美的品格。身体的无常提醒他专注于永恒的东西，美德和遗产。这里的冲突在于我们自己的自我，自我想要坚固、重要、永恒，他将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外部和短暂的事物上。你开着车，你拥有的粉丝数量，你收到的赞美。对无常的沉思是对这种脆弱构造的直接攻击，它提醒我们自己的必死性，提醒我们，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说，我们是一口气，一个短暂的瞬间。这对自我来说可能是可怕的，但对灵魂来说却是极大的解放。当你接受你在宇宙中的微不足道时，你从必须非凡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可以简单的专注于做一个好人。这个工具的最终比喻是四季。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会因为冬天的到来而诅咒它，或者试图阻止春天的离去。我们明白每个季节都有其功能、其美丽和其必要性。冬天是退隐和休息的时刻，春天是更新和成长的时刻，夏天是丰盛和表达的时刻，秋天是收获和放手的时刻。你的生活也有季节，会有痛苦和失落的冬天，会有新机会的春天。与你所处的季节做斗争是徒劳的。建筑师学会随着每个季节的音乐起舞，实践适合每个季节的美德，知道就像地球本身一样，它需要所有季节才能拥有一个完整和富有成果的生活。结论是一种与时间的新关系，你不再带着悔恨看待过去，也不再带着焦虑看待未来。过去是一个你已经吸取了教训的训练场，未来是不确定的，超出你的控制。你唯一拥有的真正力量点是当下。对无常的意识将你牢牢地锚定在现在，美德在这里实践，生活在这里体验。你在你的互动中，在你的工作中，在你安静的时刻都变得完全在场。通过在当下充分的生活，你建立了一个没有悔恨的过去，并为最好的未来播下了种子，无论它是什么。由此产生的力量是一种沉默的勇气。大多数人类的恐惧根植于对失去的恐惧，失去地位、爱情、安全，甚至生命本身。通过内化无常，你接受失去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确定性。一切总有一天会失去，而且矛盾的是，这种接受让你从恐惧中解脱出来。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最坏的情况，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你可以大胆行动，慷慨的爱，真实的生活。不是因为你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是因为即使一切都出了问题，
你也会没事。这是斯多葛智者不可动摇的勇气。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工具，它将所有哲学转化为实际和直接的结果，再将障碍视为道路，找到其功能，并接受情况的无常之后，只剩下一个问题：下一个正确的行动是什么？不是5年计划是什么，不是我如何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我现在可以采取的无论多么微小的下一步是什么。这个工具将你从分析的瘫痪中拉出来，让你行动起来。斯多葛主义不是一种安乐椅哲学，它是一种竞技场的纪律，目的不是在思想中锻造的，而是在有德行的行动中。如果你所有的反思最终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行动，那么它就是无用的。内心冲突是我们倾向于被问题的巨大性所压倒，我们看着整座山感到瘫痪，心智在迈出第一步之前想要一个完美而完整的解决方案，这导致拖延、焦虑，最终导致无所作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遇难者的声音说，指定行动的工具摧毁了这种瘫痪，它教我们忽略那座山，只专注于我们面前的那块石头。你今天的工作不是移动那座山，你的工作只是采取下一个正确的步骤，然后是下一个，再然后是下一个。山就是这样被移动的。想象一个需要写一本300页书的作家，如果他想到任务的艰巨性，他永远不会开始。目标似乎不可能，然而建筑师不会问自己我将如何写一本书，他问自己下一个正确的行动是什么。答案可能是打开笔记本电脑，然后是写一个句子，然后是写一个段落。他只专注于眼前可执行的任务。他知道这本书不是通过灵感的巨大飞跃写成的，而是通过成千上万个微小而有纪律的正确行动的连续。他将一个令人生畏的目标转变为一系列可管理的步骤，而魔法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这一点的结论是，你成为当下的主人和有效的变革推动者。你不再担心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最终结果未来，而是专注于你唯一能控制的事情，你的下一个行动。这产生了强大的动力。每一个微小的正确行动都为下一个行动建立信心和清晰度。你走出了心智沉思的沼泽，进入了深思熟虑行动的领域。生活不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成为一系列需要执行的行动。而这些行动的总和，随着时间的推移，构建了一个有目的的命运和卓越的生活。让我们将其应用于财务债务的情景。总债务看起来像一个压倒性的怪物，遇难者看着总金额感到绝望，并通过冲动消费来麻痹焦虑，使情况变得更糟。建筑师问自己，下一个正确的行动是什么？不是今天还清所有债务，也许是列出我所有的开支。下一个，确定一个我可以削减的开支。下一个，给一个债权人打电话，尝试协商利率。下一个，卖掉一些我不再使用的东西。每个行动都很小，但每个行动都是朝着财务自由方向的一票。它正在一点一点地削弱怪物的力量。困难在于信任这个过程。我们沉迷于及时满足的心智，想要看到巨大而快速的结果。微小的行动似乎微不足道。省下一杯咖啡的钱有什么用？内心的怀疑者问道。冲突在于我们的不耐烦和复利效应的普世法则之间。日复一日地做下一个微小正确事情的纪律，是长期创造指数级结果的原因。你需要相信每一步，无论多么小，都在将你引向正确的方向。这是一种信任和耐心的实践，是支撑所有伟大成就的双生美德。想想建造一座长城，它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它是一砖一瓦的建造的。每个石匠在某一天的工作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他放一块砖，然后是另一块，再另一块。如果他看着要建造的广阔城墙，他可能会气馁，但他的焦点只在他手中的砖上，再将它与前一块完美对齐。他相信，如果他以卓越的态度做好他的小部分，并且其他人也这样做，长城就会耸立起来。你的生活就是那座墙，你采取的每一个正确行动都是一块精湛的放置在你品格和命运建设中的砖。
你从这个工具中获得的力量是清晰和能动性。当你确切地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什么时，困惑就消失了。当你行动起来时，无论多么缓慢，无力感都会消散。行动是绝望的解毒剂。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动力或更多的信息，我们只需要执行下一个明显任务的纪律。这个工具将生活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单一的问题，无限重复。现在，下一个正确的行动是什么？通过回答并根据这个问题行动，你成为一股自然的力量，在混乱中成为秩序的代理人。考虑一个与成瘾做斗争的人，再也不使用那种物质的想法是可怕的，并且常常导致复发。心智无法处理永远的广阔。目的的建筑师应用第4个工具改变了焦点。问题不是我如何永远保持清醒，而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保持清醒的下一个正确行动是什么？答案可能是给我的担保人打电话，去参加一个会议，散步，喝一杯水。他不是在一场最终的战斗中赢得战争，而是在一系列微小的冲突中一次赢得一个时刻。清醒是建立在无数个下一个正确行动的基础之上的，最后的冲突在于行动和身份之间。很多时候，我们不采取正确的行动，因为它与我们对自己的形象相冲突。将自己视为懒惰的人会很难采取去健身房的行动，将自己视为不善理财的人会犹豫是否要制定预算。因此，下一个正确的行动往往不仅是一个身体行为，而且是对你旧身份的挑战行为。每次你选择建筑师的行动而不是遇难者的行动时，你实际上是在重写你是谁。你不是通过思考纪律来变得有纪律，你是通过采取下一个有纪律的行动来变得有纪律。这里的比喻是一艘大船的舵，舵与船的大小相比相对较小，但它决定了方向。你日常的小行动就是你生活的舵。今天舵方向的一个微小改变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在数周、数月和数年的航程中，它会将你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地。选择读10页书而不是看电视的人，选择散步而不是待在沙发上的人，选择存一点钱而不是花掉的人，正在对舵进行微小的调整。正是这些持续的微小调整，区分了遇难者的命运和建筑师的命运。结论是，哲学和行动合而为一。你不是因为读斯多葛的书而成为斯多葛派，你是因为活出这些原则而成为斯多葛派。这4个工具形成一个持续的循环。一个障碍出现，工具1，你分析它的功能，工具2，你记住它的无常以保持视角，工具3，然后你行动，工具4，而那个行动将带你到下一个障碍。循环重新开始，每一次都更强大、更智慧、更有韧性。这不是一个需要学习的系统，而是一种需要实践的生活方式。在每一刻、每一次挑战、每一次呼吸中，你是建筑师，这些是你的工具。现在开始建造。从遇难者到建筑师的旅程已经完成。你来到这里不再是风中的叶子，而是雕刻石头的手。你收到了4种工具，它们将现实的粗糙大理石带着它所有的裂缝、纹理和不完美，转变为一件艺术品。障碍成为道路，你赋予混乱的功能，将你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的无常，以及将哲学转变为命运的下一个正确行动。记住，仅仅这些知识本身不是力量，力量在于日常的应用，在于每一刻有意识的决定。放弃那个使人瘫痪的问题，为什么是我，并拥抱那个赋予力量的断言，为了这个。你不再寻找你生活的意义，你在每一次呼吸、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克服的障碍中构建它。现在，你作为一名新晋建筑师的第一个任务开始了。这不是一个请求，这是你训练的延伸。如果这条信息在你内心锻造了新的东西，那么就巩固这个转变。点赞这个视频的行为不是为了算法，而是你在对自己所做承诺上的签名。订阅频道不是关注一个创作者，而是加入一个拒绝成为环境受害者的建筑师军团。现在，你的公开声明，去评论区写下没什么能阻止我。这不是为我们声明，而是为你自己，让每一个字都成为锻造你新决心的锤子。一个法令，从这一刻起，每一个障碍都将只是你上升途中的又一个台阶。
最后还有最后2个行动。第一，对于那些坚持到最后1秒的人，那些像吸收新操作系统一部分一样吸收了每一个字的人，尊重你的承诺，并为后来者创造社会证明。在下面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并向他人展示这段旅程是值得的。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你认识某个仍在漂泊的人，一个朋友，一个家人，一个感觉自己像偶然的遇难者的同事，一个建筑师。最伟大的行为不仅仅是为自己建造，而是给他人工具。分享这个视频不是作为一个视频，而是作为一个工具包，一只伸出的手将他们从风暴中拉出来，帮助我们将遇难者转变为建筑师。立即行动。